你好，查理。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这个 Coinbase Pro 第一天上线狗狗币行情呢是非常的难看。那么我昨天准备视频的时候，本打算告诉大家说今天要跌的啊。那么为防止有人说我马后炮，我截图给大家来看啊。那么这是我昨天晚上在一个微信群里面告诉群友的话啊。那么为什么没在优管的社区发呢？那个原因很简单，怕被打脸啊，因为大家都这个优管的大家的评论都说我是反向指标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啊，主要跟大家来探索一下为什么狗狗币在 Coinbase 上线首日会跌成这样子。那么我们在节目中还会聊到一个 Coinbase 为了吸引大家呢去买狗狗币而做的一个促销奖励的活动。那么通过今天一整天 Coinbase 的操作以及结合一些数据，我们大概可以预测出来最近2个月的行情啊。今天不被打脸啊，等待时间的验证。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赚钱和移民，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么这样呢就不会错过下次赚钱的机会了。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 Coinbase Pro 如期上线了狗狗币，但是有一个细节啊，他们的开盘价设定为 0.4875 美元，那么这个价格在其他的任何一个平台我都没有看到，所以我们通过 Coinbase Pro 可以看到一根大阴线，那么给人的感觉呢是非常的残忍以及痛苦。那么具体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等一下会分析。那么我在看到这根大阴线的时候啊，就在社区优管的社区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专业的小伙伴们都说开盘价高呢是 Coinbase 的一贯的风格。在今年3月18日的时候 ADA 在 Coinbase 上线，开盘价格呢是1.7美元啊 1.7美元，当时的市场价呢是 1.4美元左右。重点来了啊，那么上线之后 ADA 一路下跌，一直跌到1.04美元才刹住车。好在啊，现在这个 ADA 它已经回来了。如果说上市首日暴跌是个例的话，我们也无法分析出来一二，因为这个参考的这个样本太少。但是呢，如果既然是惯例，那么我就大胆的来猜测一下。那么后面呢，我们会慢慢的小心求证。我认为啊，第一点呢，作为这个跟灰度基金同一个大老板的 Coinbase， 他们整体的这个步伐呢，还是要跟随公司这个整体性的，他们要步调一致。那么灰度之前啊，公开做空狗狗币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私底下的这个做空我们是很难分辨的。既然我们前面说到 Coinbase 上线首日这些币呢会大跌，那么前提条件呢是相对于比特币、以太坊并没有大跌。那么3月18日看了一下，这2个币呢都是微跌。那么问题来了，大环境不差，个股暴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人在做空。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做空。那么做空的目的很明显，当然是为了挣钱。那么这里面的逻辑呢，还是说他们在欺负新韭菜啊，新韭菜们看到新闻来了利好，一窝蜂的去抢币，去平台注册抢币买币，生怕买不到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着急了，你手里拿着钱还怕买不到币吗？那么不要听有些文章写的什么比特币下车就是永别。那么我当年呢也是被这样的类似的文章啊吓得是马不停蹄的去买比特币，后果当然是很不美丽。新韭菜排队去买币，那么才会有掩盖他们做空这种下跌的幅度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做空的力度如果太大的话，韭菜的购买的速度跟不上，就会带来暴跌踩踏。那么再加上市场情绪恐慌，新韭菜们他就要害怕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有的是办法。我要揪住妈妈弄死他，揪住。如果大家有 Coinbase 的账户的话，今天一定会收到一封邮件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邮件的截图。那么平台说啊，要花120美元去奖励在6月10日之前购入不低于100美元狗狗币的人，一等奖的奖励呢是30万美元的狗狗币。那么我刚刚说的这个时间点，大家要记住啊，6月10日之前。那么在此之前，狗狗币的价格如果大涨了，新韭菜们可能会选择观望而不买进。在此之后，如果狗狗币的价格上涨了120万的狗狗币，是不是意味着数量会减少很多呢？那么在平台看来，他们是关心币的数量比较重要呢，还是说钱的数量比较重要呢？如果说你琢磨明白了，你就会知道该怎么操作了。如果你也是同样是在美国，可以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链接注册 Coinbase， 那么这样呢，我们2个都可以得到价值10美元的比特币的奖励。
那么我们接着说第二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在美国的很多人的手里面他有狗狗币，那么在很久之前啊，可能是他挖矿挖来的，或者是说别人给小费转给他的，或者是一切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得到的狗狗币，手里面有很多，但是呢没有合适的平台呢去卖掉兑现。那么我这里说的呢是纯老美啊，他们不用币安这种平台，那么 Robinhood 也是没有办法转进去的，因为 Robinhood 没有钱包的功能。那么大家看看这个下面这篇图片是2017年有人在 Reddit 论坛上发的帖子，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卖出自己手里60万的狗狗币。天哪，如果说他拿到现在该有多好啊！那么这个帖子底下的回复啊是告诉他如何转化成比特币，然后呢把比特币再卖掉兑现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嫌麻烦啊一直没有操作，所以今天 Coinbase 上线狗狗币交易呢就给了很多人跑路套现的机会啊，所以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但不是全部。那么另外我还要再告诉大家一点啊，那么 Coinbase 啊今天不只是专业版啊，那么在 Coinbase 专业版上市狗狗币几个小时之后， Coinbase 的普通版本也上市了狗狗币啊，给大家看这个截图啊。那么我刚刚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奖励，所以我刚刚就买进了$100多的这个狗狗币在这个平台上啊。那么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能想到的这两个呢最主要的原因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更多的你想到的这种原因啊。那么今天油管上有很多人总结了各个币种啊在这 Coinbase 上线之后的表现，那么结论呢就是共识度高的呢在后面的就是暴跌之后一定会再创一个新高，那么共识度低的呢就是很难走出一个调整的一个形态了。好，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关于前面100位最多持有狗狗币的这个地址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如何操作的，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片啊。那么除了排名第15和第17的这两个地址啊，最近是净流出的狗狗币啊，其余的呢都是按兵不动或者是说在增持，那么这说明大户们对目前的价格并不满意，那么不满意该怎么办呢？那就等呗，等这个价格满意了再有动作。那么我们可以每天呢去分析这些地址啊，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你看一下这个大户他们在怎么操作，然后再结合你自己的操作，就分析一下为什么人家这么有钱，为什么你手里面的币不如人家多啊，多反思一下自己，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些结论，得到一些进步的动力。我们在今天看到还有几个地址呢是买进的，那么说明他们的持仓的成本应该跟很多朋友是差不多的。那么另外下面这两个图片我们看一下谷歌搜索指数关于狗狗币、比特币、以太坊的情况，在5月9日的时候，狗狗币的搜索指数呢是远远领先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5月8号晚上的这个 SNL 的这个节目呢，是将狗狗币的这个搜索在全世界范围内带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呢，随着这个狗狗币后面价格的回归啊，慢慢的这个热度呢也有所下降。那么我们看最近7天的这个搜索指数啊，那么6月2号凌晨曾一度超越比特币。那么相信未来狗狗币再次创出新高的时候啊，搜索指数才会再次攀升。但是呢，一旦热度过高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要小心风险的来临。好，那么总之呢，通过我们以上的分析啊，我个人认为$0.75的这个前期的高点呢，很快就要到来，就要会跨过去。让我们一起来钻石手啊，拿住狗狗币，见证历史时刻，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